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最近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冷，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多穿点衣服，注意一下日夜的温差。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很多的观众朋友在选择音响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说，假如你今天有4-5万块的预算，那你本身你是非常喜欢听音乐的，那你想要在你的客厅去搭配一个音响，就是接电视，那你平常就是听听音乐嘛，那偶尔看看电影，做简单的使用。那你现在在选择音响的时候，你不外乎就只有2种形态的产品可以选择，一种就是所谓的这种被动式的喇叭，再加一个扩大机。那第二种就是这种把扩大机坐在喇叭里面的主动式的喇叭。如果这个时候你是想要找那种外形更简洁，然后操作简单，接线也不复杂的产品的话，其实你目前市场上来讲你是找不太到的。那这时候有的观众朋友就会讲说，怎么会找不到呢？现在有很多那种单支型的桑巴啊，像什么 B&O 啊，或者什么 Sennheiser 啊，或者什么 B&W 都有出嘛。但是我必须要老实讲，这些产品其实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其实还是以这种电影的环绕效果为主打的。就如果你是非常喜欢听音乐的人啊，这些产品它可能它的音质来讲会达不到你的一个标准。好，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观众进一步想提问说，那我去找那种，假如说 B&O 它有出那种2-3万块的一个造型喇叭，我用它来接电视，听音乐很好听，那这样是不是就两全其美了这样子？那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其实这种现在这种 WiFi 喇叭、蓝牙喇叭，他们在设计逻辑上，很多产品都已经把所谓的有线输入都砍掉。那当你用蓝牙或是 WiFi 跟电视连接的时候，你在看电影就很大的几率产生这种就是说话跟这个画面会对不上，声音跟画面对不上，会有延迟的问题。那第二个在于说操控的方便性，桑巴它之所以操控跟电视联动方便，是因为它有 HDMI 的接口，那 HDMI 联动的功能，所以当你使用桑巴的时候，你调整音响的音量，你只要透过电视的遥控器。但是如果你接上了这些造型喇叭，其实你要调整音量，相对来讲就比较复杂。好，所以讲了这么多呢，我们就要回到今天的一个主角，就由这个英国 Cambridge 他们所推出的一款新的产品，叫做 EVO-O。好，那这款产品其实你看起来呢，它是一个造型的喇叭，但后面我要跟大家讲，其实呢，它可以当做一个类似桑巴的产品做使用。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EVO 产品的一个渊源。其实我当初看到 Cambridge EVO 产品是在3-4年前，他们那时候推出所谓的新的第一类的扩大机。那时候我记得有2台机型吧，一台叫 EVO75，一台叫 EVO150。好，那这个为什么叫 EVO 系列呢？其实 Cambridge 他们以前在做扩大机的时候，都是采用所谓A 类或是 AB 类的一个扩大设计。但到3-4年前，这个EVO， 其实 EVO 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 Evolution 演化的一个缩写了。它首次采用这个 D 类扩大机的设计，也是在那个时间点，其实越来越多的一个D 类扩大机跑出来了。我觉得跟 D 类模组的一个技术进步有关，因为现在来讲，扩大机的技术一直进步嘛。那我们以前常常在讲说 AB 类，它是比较效率比较低，但它音质比较好。那 D 类来讲，它的能源效率是比较高，但它音质呢比较难听。但是呢，到近几年，我觉得 D 类扩大机已经克服了这种音质上的一个难关了。这样子，好啦。那所以讲起来呢，这个 EVO 系列在整个 Cambridge 品牌里面看起来就是采用了比较大胆创新的设计。那回到这个 EVO-O， 我觉得其实它也有一点那样子的味道，因为你本身从产品的名称来看，它就是一个造型喇叭 WiFi 喇叭。其实你要说现在市场上没有这种产品嘛，其实也蛮多的嘛。假如说 B&W 的齐柏林飞船，假如说 NAM 的 Musso， 假如说 B&O 的一个各系列的造型产品。但是呢，这些产品呢，它基本上都是没办法接电视的。那我们今天这个 EVO-O 呢，它从它的一个接孔的设计，让它呢是可以非常方便的去跟电视去做连接，而且呢，我觉得其实它跟电视连接的效果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好。就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单纯 WiFi 或造型喇叭，就摆在你的家的可能卧室或摆在哪里的话，我觉得那个市场是比较小的。但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类似音乐专用的桑巴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用起来的效果还不错。所以呢，在后面我就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听感，还有它的一些操作感受这样。好，那我们首先最重要的，先来讲到这个 EVO-O 的一个外观尺寸，因为如果它的外观超级大的话，那
跟你买一个被动式喇叭或主动式喇叭有什么样的差异呢？首先它的尺寸宽67.5，高度12.9公分，那深度29公分，所以这样的造型呢，基本上你就是无缘壁挂，你就是只能放在你的电视柜的一个上方。好，那它的重量呢有14.5公斤，其实呢我拿起来觉得有点算沉甸甸的等级的这样子。那在这样的体积、这样的重量之下，它的里面呢是采用了14颗的一个单体，4颗的高音单体在两侧，4颗的中音单体在左右两侧，它接着呢是6颗的一个重低音的单体哦。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想成，它把那种被动式的喇叭4颗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体积的一个大小里面哦。所以我本身我对于它的一个低音表现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它的观众朋友，你对它的低音表现，你应该会觉得非常的震撼。好，那接着我们来讲到它的一个背后接孔，那这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这也是决定了它可以当成一个 soundbar 使用的原因。首先呢，它有一个 HDMI ARC 的接孔，有线网络的接孔，接着呢还有一个光纤音讯的输入孔，所以你是用旧款的电视，甚至你的电视没有这个 ARC 的功能，你一样可以透过这个光线输出送音乐去给这个EVOO 去做播放。那接着呢，它有2组的这个类比输入，那其中一组呢是可以接所谓的黑胶，它有 NN 的一个唱头放大的功能。所以假如你买市面上一些，假如说铁三角啊或 Sony 的一个黑胶唱盘，你也是可以拿来接 EVOO 的，就是非常的方便。那最后呢，它还有一个 USB 接孔，可以拿来让你接你的随身碟，随身碟里面可以放音乐。但我相信，因为它本身支援这个蓝牙还有 AirPlay、WiFi 的功能，所以你要用随身碟装音乐播放，这个几率应该是蛮小的这样子。好，接着我们讲到它的一个正面，它的正面呢是一个6.8寸的显示萤幕。那如果要我手边的比例尺来说明的话，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就是一个这个紫米的电源，就是我觉得紫米的电源比它在这个萤幕呢比它再宽一些这样子。那这个萤幕的下方呢，就是有着各式的一个实体按键的功能，但是我必须老实说，以它这个产品定位来讲，你是完全用不到这些实体的按键的。那它的显示萤幕呢，就是平常你在播音乐的时候，还会显示目前播放的曲目。那甚至好玩的是说，它可以弄得像一个类比指针一样，就有点复古的感觉。整个机身的外形呢，你要真的说它很有造型感吗？我觉得，可能你说真的跟那些2-3万块的好看的喇叭来比，可能也算普通。那它的整个正面上方就是采用一个原木木纹的造型，那接着在它的四周就是采用网布的一个设计。那其实它有一个底座，但是我觉得视觉上这个并不是那么的明显这样子。讲完了外观呢，我们接下来讲它的一个操作的 APP， 因为它的好音质呢，当然不是只有建立在它这个14颗单体上面，它本身的一个软体调整音色的功能，我觉得也是非常丰富的。基本上它有3个步骤来去做调整的音色。第一个呢是你音响离墙壁的远近，这是第一关。第二个呢，就在讲说你的一个居家装饰里面是有很多的布料吗？还是你的居家都是以这种硬材质为主的？这就是有点像声音的冷调或暖调的感觉。那第3个呢，就是它有一个7段的 EQ 可以去做调整。所以首先呢，在第一关这个离墙远近的部分，我觉得你做调整的时候，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部分基本上就是一个低音表现的一个差异。那接着呢，我们到第2关这个家中材质的一个分布，我觉得这跟音色的应该说嘹亮跟比较那种暗沉，就是如果你今天你想想看，你家里面的一个布料很多的话，那你的声音就会被吸收比较多嘛。所以当你的选项选到你说你家都是那种布的装潢的时候，其实它的音色就会再亮一点，去抵消你这个布所吸收的一个高音。但当你家大部分都是一个石材墙面的时候，它就会让音色比较暗一点，就是你的声音在这个空间里面反射的时候，才不会听起来太尖锐。好，那接着呢，我们来讲到它的第3关，就是7段的 EQ 调整。其实这边我们一定要给你一个参数，是因为它并没有一个刻度，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一个大概调整的方向。在它这个7组的 EQ 里面呢，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分成3组，分别是一个2、3、2的一个排布。什么意思呢？最左边的2个低音的 EQ 条呢，我觉得最左边的就是决定一个低音的低沉的程度，那第2个呢就是决定这个低音的亮感的表现。那中间3条 EQ 组呢，就是决定一个人声明显的程度。那最后2条的这个 EQ 呢，就是决定一些乐器，假如说这种金属的敲击声、小鼓的敲击声。我觉得跟大部分这种多段式的 EQ 的调整逻辑基本上是一样。但是呢，如果你是属于不太会调整的一个观众朋友，
我觉得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它这个 EVO 里面呢，其实就有预设了非常多组的一个音色调整。那我觉得我必须要讲一下说，很多的一个产品，它的预设听起来其实都没有什么大差异，没有个性化的差异。但我觉得 EVO 的它的好几种音色，基本上听起来都是都有做出区别的。那我个人的建议是，你从这个电影的这个参数做着手，因为电影参数的话，你可以很明显看到说，它把一个低频拉升了嘛，但是它在中间人声的部分，它是有点把它减少的。那我觉得最简单的调整逻辑就是，你把中间3条呢都往上拉，做成一个类似小山峰的形状。那这样你在看电影、听音乐的时候，我个人是感觉这样子是更好听，就是更有刺激感，然后人声也很明显的一个音色的。好啦，那讲完了那么多，我觉得就让大家来简单听一下这个 EVO 它的一个音色表现吧。越年少会解构的，被年岁压在胸口的。锋芒还没磨成粉末，怎么将炮口和下口？Again， 越闹越闹的就算完，20出头我站在灯光中执着。Again， 越闹越闹的就算完，用力吞下这文字被压成的结构。现实就是你永远都认不清现实。谎言就是你说你喜欢现在的样子。希望每天将信我的实力，期待和你再次相遇，有没有比昨天帅气？你就是我的你固定，喜欢你会上瘾，室友说你笑起来很美丽，我早就先注意到你。可不可以要你的IG，顺便跟我看场电影，显示每一篇都注意，希望得到你的表情。好，那我们听完这个 Cambridge EVO 的一个音色表现之后，我们就要给它一个总结啦。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产品定位就很简单嘛，它就是一个如果从原始的定位上来看，就是一个 WiFi 的一个造型的音响。那它可能主打就是说，你放在你的卧室或你就是你工作的地方，你想听听音乐，那你都可以去买它做使用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它可以给另外一个族群做一个参考，就是说，回到我刚刚开始讲的，就是你在找 soundbar， 但是你很喜欢听音乐，那我觉得 EVO 也非常适合你。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在2025年为什么我之前一直在讲说，非常不推荐大家去买单支型的那种 soundbar。为什么？因为你看，像现在这种传统的音响2声道厂商，他们慢慢的开始也想要切入到 soundbar 的市场，但他们常常在做 soundbar 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说，我不会做环绕的 soundbar。因为环绕的 soundbar 可能像 Sony 啊、像三星、LG 什么的，他们已经做很久了，他们很有经验啊。但是如果你说，我今天如果要做单支型的 soundbar， 我要做的音质很好，那我的逻辑就是，我就像在做被动式喇叭一样嘛，我把很多的喇叭单体给它做进去，让它的声音很棒。所以呢，当你去买那种所谓的单支型电影用的 soundbar 的时候，假设它电影的效果又不好，那听音乐又比这种音乐类型的音乐bar来得差，那简单讲，是不是很尴尬呢？所以我觉得在2025年呢，这个所谓的soundbar，看电影的soundbar跟听音乐的soundbar，它的竞争，这种单支型的音响会越来越激烈，因为越来越多的一个传统音响厂商还会切入到这个赛道里面。那当然，我觉得产品竞争的越激烈，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是更好的。因为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非常喜欢听音乐的观众朋友，在以前你还真的没有一款产品是可以，就算你有再多的预算，
你也没有一个外形简单简洁、不占空间、操作又简单便利的一个产品可以使用。好了，那这次介绍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我麦斯音响听听看。假如说这个专门听音乐的Soundbar到底听起来感觉是怎么样？我是 Alan，这次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